加多蒂，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前阵子呢，因为呢拍了很多集的南意自驾旅游，结果呢就收到很多私讯问我说，如果要来意大利自由行的话，但是因为从来没有来过意大利，所以有一点点担心，有没有什么新手懒人包？那就先不谈自驾，就单纯的搭交通运输工具为主的话，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所以呢，淘淘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新手如何在意大利高效小资安全的游玩秘诀。如果呢你是第一次来意大利，这一集你一定要收藏起来哦。目前台湾直飞意大利有罗马跟米兰这两个城市，那我们今天呢就先以米兰为主，给大家做一个新手懒人包，3要2不要，要搞懂意大利铁路，要办网，要避开特定的日子，以及2个来意大利绝对不可以做的事情哦。你抵达米兰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在想说要如何从马彭萨机场到市中心哦。如果当然你们人本身是比较多，或是本身有预算的话，可以直接搭计程车，那大概价格是100到110欧左右，那在出境的大厅的地方就能找到排班的计程车。那今天呢，跑道要分享另外2种的交通方式，第一个是巴士。那马彭萨的出境大厅呢，就有非常多的巴士公司在那边啊，巴士在那边排班，只要上巴士之前呢，跟工作人员或是司机买票就可以了，也一个人是10欧。那车程呢，大概是1个小时。所有巴士的终点站呢，都是米兰中央车站。那第二个呢，就是火车快线，就是 Malpensa Express。那它有2个终点站，一个是 Cardona 的地铁绿线，另外一个是米兰中央车站，它是绿线跟黄线的地铁站。那一样，一个人是13欧，大约54分钟就可以抵达终点站。那我们既然讲到机场快线，我们来搞懂一下意大利的铁路。毕竟呢，在意大利除了自驾跟搭计程车以外，很多在意大利境内呢要出去玩，多半都是靠火车。那很多呢朋友就之前问过我说，在意大利我要怎么分辨火车的种类跟公司？我在这边呢给大家稍微的简单的讲解一下。在意大利呢，火车有分为2种。国铁跟私铁，那在国铁的系统里面呢，有 Trenitalia 跟 Trenord。Trenitalia 呢有分快车跟慢车，这种的分类方式呢很好记，比如说像 FR 开头的都是快车，它有早鸟票都有划位，所以记得一定要按照呢你划位的位置坐。那像 REG 开头的 Reg 开头呢，它就是区间车，就是慢车，你早晚买都是一样的，价格都是一样的。那全车厢都是自由座，谁先抢谁先赢。那至于 Trenord呢，你只会在北意看到大部分的火车的路线呢都是区间路线，连接的呢是伦巴第大区的各个的城镇。那比如说它是 R 线 ，R 线是北意城市之间的路线，比如说像这些城市。那它还有 S 线。S 线的话，它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米兰周边的郊区的一个列车，它会把米兰附近的一些郊区串在一起比如说像 Rho、Novara、Varese 跟 Lodi。那以上刚刚这2种呢，它的票价早晚买都是一样的，一样都是自由座。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稍早提过的机场快线，它也是隶属于国铁的 Trenord。那再来呢，就是私铁的 Idalo。那这间公司里呢，很好记，它全部所有的车都是快车，所以不用担心搭到慢车。基本上去罗马都是搭他家的车，这样因为很舒服又很快。那它有分3个舱等，有早鸟票早买早划算，记得一定要对号入座。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跟国铁相比目前在意大利境内的站点并没有很多但是几个大的观光城市都有涵盖到，比如说像米兰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等等。想要去大的观光城市玩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呢，淘淘要来分享呢4个在意大利搭火车的小常识第一个就是买票。那你直接在 APP 上购买呢，其实是最省心、最简单的，你直接上车就好了。那网络购票的话呢，记得你一定要印出来，带着纸本上车那如果你是在火车站买的纸本的车票，一定要打票，千万记得在月台的地方要打票，没有打票的话会被视为逃票，是会被罚钱的。第2个就是到站，什么意思因为呢，其实在台湾呢，你到站以后，我们的车门都会自己打开嘛，但是在意大利是不会的到站以后呢，意大利的车厢你要按那个按钮，它才会打开，你绝对不要傻傻的在车门等它火车是会直接开走的，所以你记得要下车的话，一定要按那个开门的。第3个就是误点，意大利的火车不论是国铁可是私铁都非常爱误点，所以呢，在行程上呢，拜托一定要排松一点再来就是最恐怖、大家最害怕的大魔王，那
就是 sciopero， 那个才是比较头痛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罢工。那在意大利呢，任何形式的罢工都必须在罢工前的前10天公告。会说明罢工的日期以及它的罢工的小时数跟它的时程啊。对于规划好行程的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遇上罢工的话，你是可以申请退馆的啊。如果是在工作日的话，也就是周一到周五哦，它还是会维持最低的保证的服务时段，比如说像是早上的6点到9点，跟傍晚的晚上6点到9点之间啊。当然就是还是要看公司的嘛，有一些保证服务说是保证，但是其实也没有保证啊。所以 sciopero 呢这个单字呢一定要记得。如果呢你在意大利玩，然后看到新闻上写，或是你看到走马灯有写说 sciopero， 那就要赶快记得要打电话或是写信询问一下你的那个火车的公司，去搞懂一下到底明天这火车开不开。搞懂意大利火车之后呢，我们现在来进行第2个阶段啊，就是要办网。那意大利呢，它总共有4间电信公司 ，TIM、Vodafone、Wind Tre 跟 Iliad。那这4个电信公司呢，哪个比较好呢？淘淘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是 TIM， 它是意大利电信，意大利境内的市占第一，有点像是我们的中华电信，它的网速稳定。再来是 Vodafone， 英国电信，欧洲市占第一，网速比较快。再来是 Wind Tre， 意大利电信，资费便宜，网速呢时好时坏。再来是 Iliad， 法国电信啊，它最晚加入战局，大概2018年的时候才进来啊，但它主打呢是超低价，不过它的门市就比较少。好，那要去哪里办网卡呢？哦，马彭萨机场的 For Exchange 它其实是可以买网卡的哦，但是因为它价格比较贵，所以我不推荐。那如果呢你是搭机场快线的话，在卡尔多纳这站下车的时候会有 Wind Tre。那如果你可以忍耐呢，从米兰机场到米兰中央车站这段路的话呢，不论你是搭巴士还是机场快线，那边呢你可以直接找到3家，还能比价。那如果你是要到市中心多摩的市中心的话呢，那里有 Vodafone、TIM 也有 Iliad。还有 Wind Tre 这3个地方呢，它其实都是非常靠近米兰大教堂的，也很方便。那连接呢，我们把它放在资讯栏。那关于这4间预付卡的选择呢，淘淘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整理，所以呢，大家赶快截图，直接送大家懒人包给你们。最后在这里提醒大家哦，超级重要，办卡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上护照。还有一点呢，就是千万记得，就是务必呢，你是买的是一次性的预付卡哦。如果呢可以的话，最好是现金支付比较保险。因为之前呢，就有朋友来意大利度假，被门市的客服呢不小心办了月租的方案，然后呢还被绑了信用卡，所以呢到最后就每个月自动扣款，之后呢就处理上就蛮麻烦的，所以呢大家记得要小心一点。那就是要避开特定日子，因为意大利人呢很爱放假。如果呢你刚好出来玩呢，遇到这些日子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商店打烊，餐厅关门，玩得很扫兴。所以呢，到底要避开哪一些放假日呢？首先呢，要避开的一定就是这3大节日。第一个就是复活节 Pasqua。复活节呢，就是在春天第1个满月后的第1个星期日，所以呢，每年复活节日子呢都不太一样。大家呢可以抓个大概在3月底到4月初这个时候。那学校跟公司呢，通常会放到1个星期左右的假期，商店呢则会放3到4天左右。再就是圣诞节 Natale， 学校呢从12月中就会开始放假，但是呢国定假日呢其实是12月24、25跟26。不过呢，由于1月1日跟1月6日的主显日也是国定假日，所以呢很多都会直接放连假，一路放到1月6号以后才会开工。再来呢就是暑假，没错，意大利人的暑假是会去度假的哦。8月15呢是国定假日，叫做 Ferragosto， 顾名思义就是8月中旬。那学校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放假了。那很多的商店跟餐厅呢，他们则会从8月15一路放到8月底。所以这个时候呢，绝对不要来意大利观光。你会发现又热又累，又渴又饿，又找不到餐厅，又找不到商店，真的会大崩溃。建议大家呢，如果暑假要来度假的话呢，提前到7月或是到8月中以前，要不然就是9月之后再过来。那除了刚刚上述的3项，意大利还有其他的小节日。那这些小节日呢，通常都只是1天，就是当天会关门休息。那如果遇到小节日是在周2或是周4的话，有些公司就会有 Ponte。
那意思就是弹性放假的意思哦，这个是不用补班的哦。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连放的情况，不过呢这通常不会影响到餐厅跟商店的营业，但是如果是自驾旅游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咯，因为会遇上塞车。意大利人廉假也爱出去玩。然后最后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想要玩的高效小资安全游玩的秘诀，这2点记住绝对不要做哦。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去吃给观光客的餐厅。什么叫做给观光客的餐厅呢？如果你看到外面呢有 waiter 或工作人员试图引诱你进入餐厅，或是他整间餐厅呢只有英文菜单，那通常呢它就是观光客餐厅。那他们呢都会在最热门的景点的正前方。不是说这些餐厅诈骗哦，只是说这些餐厅呢通常的价格呢会比其他当地的餐厅贵非常多，而且通常都不太好吃。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穿高跟鞋。我知道大家来意大利呢都非常想要拍美照，但是呢意大利城市到处都是古迹，意思就是很多景点你都要用走的，而且呢到处都是石头路跟台阶，还有一堆的上坡一堆的下坡，除非你可以忍受穿着高跟鞋锻炼身体，要不然呢我建议穿舒适的鞋，然后把高跟鞋带着，要拍照的时候再换，要不然你真的会走到腿断。最后再次声明整体而言呢，意大利的治安呢在欧洲还算是安全，只是呢要非常小心小偷，因为小偷非常多那至于那种非常危险的治安问题呢，在意大利倒是还没有，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把东西看好不用太担心。那重要的东西呢是绝对不要离身，1秒都不可以哦。不要想着用包包占位子，或是把手机放在桌上，这些在台湾呢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意大利是绝对不可以做，你的东西绝对不见。好，那记得今天分享的3要2不要，相信大家呢也能在意大利玩得很愉快。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最后呢，祝大家旅游平安，来意大利记得找淘淘哦。Ciao, a presto!